嗨，朋友们，今天聊一个你肯定听过，但大概率觉得离自己很远的东西——稀土。说它远吧，你手上正在滑屏幕的这部手机里就有稀土，你耳机里的磁铁有稀土，你旁边可能停着的那辆电动车里的电机也有稀土。说它近吧，它背后是一套全球最不对等的供应链，决定了从特斯拉到 F-35战斗机能不能造得出来。稀土不是土，是17种金属元素的统称，它的稀不在量少。地壳里的稀土元素总量其实不低，稀在它们很少集中成矿，更难单独分离。谁能把稀土从矿石里分离成单一个元素，谁就掌握了这个产业链的咽喉。今天我们从4个不同视角把这个话题拆透，先从资源家底看起。资源视角下的全球稀土分布，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24年的最新数据，全球已探明稀土储量约9000万吨，排第一的是中国4400万吨，占全球的将近一半。第二名巴西2100万吨，往后是印度690万吨，澳大利亚570万吨，俄罗斯380万吨，越南350万吨，美国自己只有190万吨。但储量和产量是两回事，很多国家地下有矿，但就是不挖，要么没技术，要么环保审批过不了，要么觉得不划算。2024年全球稀土产量约39万吨，中国的产量是27万吨，占比将近70%。第二名美国4.5万吨，第三名缅甸3.1万吨，中国一家的产量比后面所有国家加起来还多。看到这可能觉得中国也就是因为储量多，所以产量大，这很正常。但往下看就发现了真正有意思的东西。稀土产业链分4步：采矿出金矿，分离出氧化物，冶炼成单一金属，加工成功能材料。第一步采矿的门槛最低，有矿就行。第3步和第4步分离和冶炼才是真正要技术、要积累的环节。把稀土从矿石里分离成单个元素，需要大量的化学工艺，污染极重，技术门槛极高。而这一步，中国的产能占全球92%，不是50%，不是70%，而是92%。美国最大的稀土矿 MP Materials 在加州开采出来的金矿，至今大部分还是要运到中国去做分离提纯。打个比方你就懂了。这就像全世界都需要一种特殊的面粉来做面包，小麦很多国家都在种，但全球唯一能把小麦磨成这种精细面粉的磨坊，92%在中国。你自己有麦子没用，你得把麦子送到中国磨成粉再运回来。从资源视角看，真正的稀土富国只有一个，中国。它既有全球最大的储量、最大的产量，又卡着最关键的加工环节。最焦虑的是美国，储量只占全球2%，但它的军工和高端制造对稀土的依赖极大。潜在破局者是澳大利亚和巴西，储量不小，开采环境稳定，正在拼命建加工能力，但离真正追上来至少还要5到10年。好，知道谁有矿谁有加工了，但稀土到底用来干什么？为什么会被抬到战略资源这个高度？答案是，稀土是现代科技里一种看不见的基础设施，它不直接出现在成品上，你看不到一块写着含铝铁硼的手机组件，但没有它，很多东西根本做不出来。最大的一个应用领域是永磁材料，尤其是铝铁硼，目前人类已知磁性最强的永磁材料。铝铁硼身上背着一个巨大的需求增量，电动车。每辆电动车的驱动电机里大约需要2到3公斤的铝铁硼永磁体，因为永磁电机效率更高，续航更长。2023年，新能源汽车对铝铁硼的需求占比已经超过40%，预计未来会占到50%以上。全球氧化钴铝的需求预计从2025年的11.8万吨增长到2027年的13.6万吨，新能源车从6.9万吨冲到8.5万吨。不夸张地说，电动车革命能不能跑起来，有一半要看稀土供应。第二个大口子是风电，一台直驱式海上风力发电机需要几百公斤到1吨以上的稀土永磁材料。全球风电新增装机量预计2026年达到150吉瓦，这些风机每转一圈，里面的磁铁都在消耗稀土。第3个应用是你的日常电子产品，手机里的震动马达、扬声器、摄像头、对焦机构，都靠微型的铝铁硼磁体。电脑硬盘、降噪耳机、平板里的线性马达全是。没有稀土，你手里的电子设备会退回到20年前的水平。第4个更敏感，军工重稀土元素，尤其是迪和特，能让磁体在高温下不失磁。这意味着喷气式战斗机发动机里的永磁体、导弹的自导系统、无人机的电机、雷达里的关键元件全都离不开迪和特。简单说，一架 F-35战斗机里藏着400公斤以上的稀土材料，一颗精确制导导弹的导航系统里有稀土。
一艘核潜艇的推进电机里有稀土。从这个视角看，稀土影响的不是一群人，它影响的是整个现代工业的3个支柱人群：想买电动车的普通消费者，依赖稀土永磁的中国和越南制造业工人，以及把稀土当国防命脉的所有国家军队。缺了稀土，民用和军用2条线同时被卡，这就自然引到第3个视角了：谁捏着谁的脖子？这张牌桌上坐着3方玩家，第一方中国手里攥着储量、产量、精炼、产能3张王牌，而且中国很清楚这套牌该怎么打。2025年底到2026年，中国连续出台多轮稀土出口管制。2026年4月，正式对7种中种稀土元素镧、镉、锑、镝、铼、抗、乙实施出口管制。中种稀土正是军工和高科技最需要的那几种，特别是锑和镝，做高温永磁材料不可替代。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非中国来源。第二方，深度依赖方，日本和韩国。日本的重稀土超过 90% 依赖从中国进口。2026年1月起，中国对日稀土出口管制升级。日本高纯锂的安全库存据说只够支撑30天满产，韩国也差不多。日韩的电容企业、高端电子元器件工厂被迫减产 25%到30%。日韩不只是进口少了一点，是再卡下去，高端制造要直接停工。第三方拼命找替代方案的美国，美国对稀土的焦虑不是1天2天了。2020年到2023年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稀土量占其总进口量的 70%。为了摆脱依赖，美国做了3件事：第一，重开加州的 MP Materials 矿，投资建分离厂，但就算建成，产量目前也只有几百吨氧化钋铝每季度。第二，拉拢澳大利亚。澳大利亚的莱纳斯公司是全球除中国外最大的稀土生产商，但它在马来西亚的加工厂面临环保关停风险。第三，签了格陵兰的15年稀土开采协议，但那个矿连开采许可证都还没完全办下来。2026年5月，中美经贸磋商后，中国暂停了部分出口管制措施，到11月给全球供应链一个喘气窗口。但喘气不是痊愈，所有人都知道这口气随时可能断。2026年第2季度，北方稀土的稀土金矿定价环比暴涨了 44.6%， 市场在用价格投票。稀缺性不是会不会来的问题，是什么时候到的问题。这场博弈里，日本的处境最危险，它是全世界稀土对外依赖度最高，且完全没有本土替代方案的发达工业国。美国的焦虑写在行动上，拼命砸钱建矿建厂拉盟友，但时间站在中国一边。欧洲是沉默的受害者，它没有矿，没有加工厂，没有议价权，完全被夹在中间。这张牌桌上最舒服的坐姿属于拥有全产业链的那个人。最后一个视角，这条路有没有第2条？答案是有方向，但远水解不了近渴。方向1，开采新矿。美国 MP Materials 正在加大产量，2024年2季度氧化钋铝产量达到272吨，计划到年底开始生产商业金属。澳大利亚的莱纳斯公司如果能解决马来西亚工厂的环保问题，产能还能再释放。格陵兰的坦布里兹稀土矿储量达150万吨，美国已经签了15年长约。巴西坐拥全球第2大储量，正在吸引外资建分离厂。越南350万吨储量，理论上可以成为新的供应中心。缅甸已经是全球第3大稀土生产国，但它的矿大部分走私到中国做精炼。方向2，建分离和冶炼产能。这是最难啃的骨头。建一条稀土分离产线，不仅投资巨大，动辄几十亿美金，还需要至少5到8年的时间，需要大批熟练的化学工程师，需要搞定极其苛刻的环保审批。美国能源部2023年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，美国要建立完整的稀土分离到磁材加工产线，至少需要10年。澳大利亚莱纳斯在德克萨斯州建的分离厂，从立项到投产预计也要到2028年以后。方向3，回收利用。废旧的电子产品、电动车电机、风力发电机退役后，里面的稀土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。目前全球稀土回收率不到 1%， 技术上完全可行，但经济性不够。回收1吨稀土的能耗和成本不比从矿里提1吨便宜多少，只有在稀土价格足够高的时候，回收才有商业价值。方向4，技术替代。日本和美国的实验室正在研究无稀土永磁材料，用铁镍等其他金属替代稀土。丰田在2024年宣布研发出一种能减少 20%到50% 女用量的新型磁体。特斯拉也在投入研发下一代无稀土电机，但技术替代的速度远远跟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。就算明天实验室出了突破，从实验室到大规模量产至少还要5到10年。所以实事求是的结论是，
未来5到10年，全球稀土依赖中国的格局很难改变，方向都有：新矿、新厂、回收、技术替代，每一条路都在走，但没有一条能快跑。这条路一旦建成，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和欧洲的军工与高端制造，他们将获得供应链安全。在过渡期最痛苦的是日本和韩国，他们既等不到替代产能上线，又没有本土矿产可以调动。好，今天从4个视角拆了稀土，理一理。首先从资源视角看，稀土不是中国有储量这么简单，是全球储量近一半在中国，产量近70%在中国，最关键的分离冶炼产能92%在中国。中国一家就构成了完整的稀土垄断体系。从产业链视角看，稀土是现代科技工业的隐形骨架，电动车、电机、风电、手机、导弹、战斗机全离不开它。它影响的不是某个行业，是从民用消费到国防安全的全产业链。接着从地缘博弈视角看，这是一场极不对等的牌局。日本90%的重稀土从中国进口，美国70%，韩国近乎100%。2026年，中国对7种中重稀土实施出口管制，日韩库存撑不过30天，日本是最大的人质。最后从替代视角看，全世界在修4条替代路线：新矿、新厂、回收、技术替代，每一条都在走，但没有一条能在5年内跑通。美国能源部都说至少10年。稀土依赖中国的格局，短期无解。好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，有机会我们再深入聊，拜拜。